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别刷王楚然的湿身旗袍路透了，单日播放量破亿，直接改写内娱审美。身高172厘米，体重48千克，腰臀比 0.68 的沙漏身材，惊艳众人。那张照片你们应该都刷到过吧？不是精修剧照，不是官方海报，就是一张糊到能看见像素点的路透。画面里，王楚然穿着一身被水浸透的粉色旗袍，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角，眉眼低垂，一滴水珠正沿着她身体的曲线从脖颈滑向腰际。她被身高190厘米的张凌赫打横抱起，两人站在冰冷的雨幕里，一个军装挺刮，一个身形破碎。就是这张图，在2025年的某一天，阅读量直接冲破了1亿。它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，激起的不是涟漪，是海啸。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内娱的审美是不是从这一天起真的要变天了？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节点。在这张路透疯传之前，关于王楚然的讨论是什么？是一碗白粥引发的全网群嘲，是翻白眼被做成表情包的尴尬，是美则美矣，没有灵魂的刻板印象。她像一个被困在仙气和争议夹缝里的漂亮娃娃，直到那身湿透的旗袍以一种近乎爆裂的方式撕开了所有的标签。人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，原来172厘米的身高和48千克的体重组合在一起，不是干瘪的纸片人，而是一种被精确计算过的、充满生命力的美感。0.68的腰臀比，这个冰冷的数字因为一幅动态的画面而变得滚烫。水滴不是破坏者，而是最顶级的勾勒比，它沿着沙漏形的身体轮廓蜿蜒而下，告诉所有人，美原来可以有如此具象的、充满力量的曲线。这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。很快，更多的细节被挖了出来。为了拍好这场雨戏，王楚然在冷水里反复浸泡了多久？具体的时间没有透露，但流出的花絮片段里，他嘴唇冻得发白，身体在微微颤抖。导演喊卡之后，工作人员立刻用厚厚的毯子把他裹住。然而，从始至终，他没有抱怨过半句。这种沉默的敬业，和他此前在舆论风暴中的沉默如出一辙。当全网都在用放大镜审视他每一个表情时，他选择扎进剧组，一步接一步地拍戏。从《柳州记》里打戏利落的女债主，到《成何体统》里自嘲眼部痉挛的穿越妃子，他用角色一点点抹掉观众的偏见。直到2026年春晚，那个抱着阮咸在飞雪中回眸的王昭君，用20秒的镜头涨粉65万，话题阅读量破2亿，人们才惊觉，那个被群嘲的女孩已经静悄悄地完成了一场逆袭。湿身旗袍的路透恰好发生在这个口碑转折的关键时刻，它不像一个偶然，更像一次蓄谋已久的证明。证明什么？证明美的定义权正在从单一的模板手中滑落。过去几年，我们看惯了荧幕上清一色的白幼瘦，仿佛那是通往观众好感的唯一密码。纤细、幼态、无辜感成了流水线上精心打磨的产品。但王楚然的出现像一道异色的光，她的美不带有任何讨好意味。172厘米的高挑骨架带来了天然的压迫感和距离感，0.68的腰臀比勾勒出的是成熟女性的丰盈曲线，而非少女的孱弱。这种美是带有攻击性的，是健康的、蓬勃的，甚至带着些许冷感的。网友的评论风向变得极快，从行走的衣架子这种空洞的夸赞，迅速变成了健康、力量、美这样具体而充满认同感的词汇。大家开始讨论她10年舞蹈功底塑造的挺拔仪态，
讨论他每周6自芭蕾和普拉提训练维持的紧致肌肉线条。美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形容词，而是一个需要靠严格自律和汗水去主动塑造的动词。当然，这场审美风暴能刮得如此猛烈，离不开另一个关键元素——张凌赫。190厘米对172厘米，18厘米的极致身高差，在公主抱的路透图里被无限放大。这不是简单的体型对比，而是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张力。慕容轻易与任素素，军阀少帅与落难千金，他们的故事充满了灭门、假死、错位与复仇的虐恋底色。而两位演员站在一起，无需台词，那种强强对抗与极致拉扯的氛围就已经拉满。网友给他们起了个 CP 名，叫灵帝楚皇。二创视频像野火一样蔓延，在短视频平台，相关剪辑的播放量轻松突破100万。人们刻的不仅仅是颜值，更是那种存在于想象中、充满性张力和命运纠葛的成年人之爱。它满足了观众对势均力敌情感关系的隐秘渴望，厌倦了工业糖精的观众，终于在这对 CP 身上找到了久违的、带着痛感的甜。于是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。一部名为《这一秒过火》的民国剧，在尚未播出任何正式片花的情况下，仅凭几张路透和一段段二创，就提前锁定了未播先火的席位。张凌赫的军装和金丝眼镜，王楚然的旗袍和眼泪，成了最有效的预告片。这部剧仿佛一个载体，承载的却是观众对高质量视觉美学和情感叙事的集体渴求。大家讨论王楚然的腰臀比，讨论张凌赫的破碎感，讨论语系的破碎美学，讨论民国虐恋的剧情梗概。所有的讨论最终都汇聚成一个更宏大的命题：我们到底想看什么？是时候回过头，再看看那张湿身旗袍的路透了。它之所以能单日破亿，能被称为改写内娱审美，或许正是因为它无意中触碰到了几个时代的脉搏。其一，是对真实生命力的呼唤。过度滤镜、过度修图、千篇一律的模板化美貌已经让人疲惫。王楚然生图状态下清晰的肌肉线条，冷水中真实的颤抖，甚至是不加掩饰的泪痕，都散发出一种原始的、生动的、属于人的气息。其二，是对专业主义的尊重。当敬业这个词在娱乐圈几乎被用烂，成为某种廉价的宣传语时，一场需要反复浸泡的冷水戏，一句不曾有过的抱怨，用最朴素的方式重新定义了这2个字的分量。美貌是天赋，但如何运用和捍卫这份天赋，靠的是近乎苦行僧般的自律和职业态度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是审美话语权的悄然转移。主导权不再仅仅掌握在时尚杂志主编、造型师或少数意见领袖手中。每一个在社交媒体上转发、评论、制作二创视频的普通用户，都在用指尖投票。他们用健康力量美取代了白幼瘦，用灵帝楚皇的 CP 二创表达对复杂情感关系的喜好，用100万级的播放量告诉市场，我们受够了被投喂单一的东西，我们有能力自己发现美、定义美，并为之狂欢。这场由一张路透引发的讨论，早已超越了王楚然个人，甚至超越了这一秒过火这部剧。它变成了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内娱积弊已久的审美疲劳，也照见了观众心中那股亟待喷薄的对于多元、健康、真实美学的渴望。王楚然那 0.68 的腰臀比，张凌赫那18厘米的身高差，冷水里泡出的敬业，二创视频里爆发的想象力，所有这些碎片共同拼凑出了一幅新的图景。在这幅图景里，美不再是脆弱的、供人观赏的瓷器，而是坚韧的、有力量的，甚至带着棱角的生命体。它敢于展示曲线，也敢于承受风雨；它享受赞美，也经得起审视。所以，
当你们再次看到那张湿身旗袍的路透，或者看到任何类似挑战就有审美秩序的画面时，不必惊讶，那可能不是开始，也绝不会是结束。它只是一个信号，一个由无数普通人用点击、用讨论、用热爱共同发出的信号。信号的内容很简单，我们准备好了，迎接一些更生动、更真实，也更带劲的东西。而市场从来最懂得倾听这种声音。